家好，欢迎来到路易斯科技漫聊，我是路易斯。在我的第一期视频里呢，我简单的介绍了国内视频生成模型的现状，并且试用了阿里万象 2.1 的图生视频模型。从那一期视频的试用结果来看，就图生视频而言，万象 2.1 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目前市面上的开源视频生成模型，除了阿里万象 2.1 之外，比较有名的还有腾讯的混元视频生成模型。那这两个开源的模型到底谁比较强呢？尤其是在消费级的显卡平台上，哪个的表现会更好？此外，他们对比商业闭源的模型性能又如何呢？今天我就让他们来打个擂台，比试比试。当然，为了统一评价的标准，针对万象和混元，我分别选用了以下的量化模型作为对比，它们均能完美的跑在消费级的显卡上面。从模型的参数上来看呢，万象的模型参数量多了一个 B， 模型尺寸也稍大，但总体它们在接近的范围之内。所有的模型均采用了 FP8 量化来减少所需要的显存，视频生成均在 Confi-UI 中实现。我把视频生成尺寸都设置为512×512，生成的长度均设置为81帧，采样的步数设置为25步。合成视频呢，每秒16帧，也就是说，最终两个模型都会生成约5秒钟的视频。所有的测试均在一台带有 RTX 4090 24G 显存的云端上进行。作为基准的闭源云型呢，我选择了抖音的视频生成模型，它已经集成到了视频编辑软件剪映里面。从我平常剪视频的使用经验来看，它的效果呢也是非常不错的，可以作为一个参考。评价的标准呢，我会分别从生成视频的视觉质量、提示词一致性以及运动质量等3个方面来对这3个模型进行打分。每一项的指标我会给到一个1到5星的评价。此外，我也会给出模型推理时所占用的最大显存以及推理所用的时间，方便大家根据自己的显卡，然后在后期能够进行一个选择。这里要强调一下的是前3项评价标准完全主观，并且只是根据我的 Confi-UI 工作流设计以及选用的模型跑出来的结果，不一定代表这些模型满血版的最佳性能。那废话不多说，下面我们开始纹身视频任务的对比。第一个提示词呢，专注于检测大模型对人物形象及运动的理解。从视觉质量上来看，混元的画质相对模糊，因此我给3星。万象和剪映的质量都不错，有各自的光影效果，我给5星。从提示词一致性的角度来看，3个模型全都正确地理解了红色连衣裙、芭蕾舞、旋转跳舞等元素，因此全部都是5星。运动质量各个模型表现各异，混元的舞者在转头时有明显的脸部模糊，腿上的动作也不是特别的协调，因此我给3星。剪映的表现相对比较好，动作比较流畅，唯一的问题呢是舞者在旋转过程中出现了3只手，可以给到4星。万象的表现是最好的，我没有看到任何明显的问题，因此我给5颗星。混元和万象的显存占用量呢也比较类似，均为12GB 左右。然而在推理速度上，混元要快速了不少，它只需要3分钟的时间，而万象的推理时间呢则需要约7分钟，但也还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第2个提示词呢，专注于检测大模型对物体及物体运动的理解。视觉质量上而言混元和万象的画质呢均相对模糊，但也还不错，因此我给4星的评价。剪映的质量最好，汽车表面的反光质感相当的真实，因此呢我给5星。从提示词一致性的角度来看3个模型全都正确地理解了蓝色跑车及飞驰这个要素。运镜的控制上面呢，
混元和剪映均没有做到镜头拉远展示车辆侧面，而万象很好的完成了这个动作，因此混元和剪映我给4星，而万象我给5星。运动质量上各个模型都很好的表现出了汽车的飞驰，所以我全部都给5星。显存的占用和推理的速度跟第一个提示词非常类似，因此我就不再赘述了。第3个提示词专注于检测大模型对动物及动物运动的理解。视觉的质量上面而言3家的模型都非常的不错，我没有办法明显的分出优劣，因此我全部都给5星。从提示词一致性的角度来看混元的明显没有正确理解小狗跑向湖边并跳入水沟的连贯动作，因此我只能给到2星。而万象和剪映都很好的理解了这一点，因此是5星。运动质量上各个模型都很好的表现出了小狗的运动神态。由于混元的小狗全程在水里的原因，无法看清小狗的全部动作，因此只能给到3星半。剩下的2家则都是5星。第4个提示词专注于检测大模型对场景的理解。视觉质量上而言3家模型的风格各不相同，我也没有办法分出优劣，因此全部都是5星。从提示词一致性的角度来看，城市、高楼、无人机等因素都得到了正确的呈现。然而混元的视频中我并不能看出这是一座未来的城市，剪映的视频则更像是一个现代的城市，因此我给混元3星半，而剪映则4星。万象的视频完全符合了我对该提示词的期待，因此5星无异议。运动质量上各个模型都很好的表现出了无人机的飞行动作，因此都是5星。第5个提示词则专注于检测大模型对动画风格的理解。视觉质量上而言还是混元的最差，机器人以及背景均比较模糊，因此我只能给到3星。而另外2家的画面质量均不错，可以给到5星。从提示词一致性的角度，3家模型都表现出了蓝色机器人、糖果王国、卡通风格等元素，然而也全都没有体现出机器人跳跃前进的动作。混元和剪映都是原地的跳跃，而万象则是边跳跃边后退。这里3家我都给4星。运动质量上面剪映的机器人动作最为丝滑，因此我给5星。其次是万象的，我可以给到4星。混元的跳跃过程中有不少模糊的画质，所以我只能给到3星。最后将之前所有的星数平均并总结如下。以上就是文声视频的对比了，下面我再来看看图声视频的性能对比。这里我也是分别选用了物体、动物、人物、动画等4种风格的图片及提示词作为输入，让我们看看每个模型的具体表现如何。第一个图片专注于检测大模型对汽车经过水坑时的理解。视觉质量上而言还是混元的最差，比较模糊，因此我给到3星半。剪映的视频质量最高，可以给到5星。万象的则次之，可以给到4星半。从提示词一致性的角度来看3家模型都表现出了激起一片水花的效果，但是这里我觉得混元的水花效果颜色是最真实的，可以给到5星。
万向的呢则其次，我会给4星。而剪映的水面效果虽然非常不错，但这不像是汽车开入泥坑时的表现，反而像是汽车开在了一条小溪上的感觉。因此呢，我给3星半。运动质量上3家模型不分伯仲，因此我全都给5星。这里推理速度上依然是混元的最快，万向的最慢，需要约6分钟的时间。第2张图片呢，则专注于检测大模型对猫动作的理解。视觉质量上而言，依然是混元的最差，比较模糊，因此还是3星半。剪映的视频质量呢最高，可以给到5星，万向呢则次之，可以给到4星半。从提示词一致性的角度来看，只有万向的视频表现出了小猫跳下桌子的动作，可以给到5星。混元的小猫虽然很模糊，但是四处张望的感觉还是比较准确的，可以给到4星。剪映的呢则更像是转头看镜头，而不是四处张望，因此呢也是4星。运动质量上呢，万向和剪映都非常不错可以给到5星。混元的呢，由于画质过于模糊了，姑且呢给一个4星。第3张图片呢，则专注于检测大模型对人动作的理解。视觉质量上而言依次是剪映、万向、混元，分别为5星、4星、3星。从提示词一致性的角度来看，少女转过头微笑的元素呢，3个模型都给到了。摘帽子呢，只有混元表现出来了，因此呢，这里我给混元5星。万向的视频呢，好歹少女是扶了一下帽子的，可以给到4星。但是剪映的少女呢，就完全没有碰帽子的动作，因此呢，我只能给到3星。从运动质量上呢，混元的表现只能说是非常的烂，人物的长相呢也完全变了，这里呢我只能给1星。万向和剪映的表现呢则很自然，可以给到5星。第4张图片呢，专注于检测大模型对动画风格人物动作的理解。从视觉质量上而言依然依次是剪映、万向、混元，分别为5星、4星半和2星。从提示词一致性的角度呢，万向和剪映都非常完美的符合了提示词，因此呢，我给5星。而混元呢，由于这个画质导致画风变得非常魔幻，可以勉强给一个3星。运动质量上呢，剪映的质量没得说，就如同原生的动画一般，绝对是5星的。那万向呢，整体也非常好，可以给到4星半，而混元呢，给1星，不能再多了。以上呢就是所有图生视频的测试，在这里万向 2.1 的性能也完全超越了混元，跟抖音的商业闭源模型非常接近。我不知道你们看完呢是什么感受，我个人是觉得非常意外的。万向 2.1 的性能确实非常的强悍，除了画质上跟闭源的剪映有一点差距之外呢，在提示词一致性及运动质量上均达到了甚至超越剪映的水平。这可是仅仅在一台4090机器上跑出来的结果，称之为最强消费级开源视频生成模型当之无愧。而混元生成的模型的速度确实非常快，但是效果只能说比较尴尬。我认为为了视频质量的提升，多花3到4分钟的等待时间完全是值得的。在节目的最后我想再次强调，以上的测试结果呢，完全是根据我的 Comfy UI 工作流跑出来的。不知道是不是我使用的混元 Comfy UI 工作流并不是最优的状态，有更好工作流的小伙伴呢，希望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想要我所使用工作流的小伙伴，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留言，我会私信分享给你我使用的工作流。每一个工作流中使用的模型，我也会详细的注明模型的下载地址。好了，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假如你觉得我的视频有帮助的话，欢迎点赞、转发和订阅。我是路易斯，我会继续给大家带来科技行业的最新发展。下期再见。